3、2、1，Go！ 3、2、3，Go！ 不错哎，它还有音效嘞。对，我小时候其实有练跆拳道，我从9岁就开始练，然后13岁就拿了黑带。然后你是黑带啊？看不出吗？一身黑的。大家好，然后即将有新作品要面试了，对不对？是，哎，对听说为了这个作品也是辛苦的在调整身体。对，就为了这部戏增了10公斤，哎呦，看不出啊，这女演员看不出，因为现在慢慢的在瘦下来，然后我也是盖了很多。哦，OK。所以记得锁定收看的就是即将上线的8频道新剧，巨舞吧，哎，多多支持。哎，雨峰厉害了，动作演员、特技演员，然后武术指导。就是我们时常说的那种替身啊，什么有武打动作，都是你上场的。对，我们就是做特技设计，还有特技导演这一块。这行做了多久？我从大概17岁就开始入行，12到13年。来所以你当初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的？我当时在练跑酷，就有去比赛这些，所以那时有一个广告，他们是需要一个能翻跟斗的人来表演，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拍广告。OK 我就从那里被带进做打戏啦，因为我小时候有练武术这些，然后就从那里刚开始入行。对，然后你们2个早就认识，对不对？是我可以讲一讲是在这里学过。2年前，因为我有一个健身教练嘛，他叫 Lucas， 然后当时他有在这边练，然后我一直在找 screen fighting 这一块。所以我就看到了他的社交媒体，我就问，哎，你是在哪里学的？他就把我跟他 link up，然后我就一直跟他们学。所以学了多久？2年前到现在吧。一个原因就是要把这个外国的 system 带进新加坡，所以就是有演员训练，然后有 rehearsals， 然后有 previs， 所以很多的准备功夫，我们才会踏上那个片场上。以前呢，就是直接上场，那你有几分钟排就马上拍，所以很容易受伤，然后拍出来的质地也不是很好。要拍动作需要一个组合一起合作，所以需要一个训练场地，让大家习惯用，然后提拔一个 generation of 新人一起这样子用这个 system， 我们才可以做出比较好的作品。来这里，你的场馆进行训练的，通常都是什么样的人？一半是那些演员想要训练打个底，所以他们去拍戏比较容易。OK 然后另外一半是我们的 class 是 open to public 的，因为其他平常没有机会练这种东西，对吗？所以他们就是看戏，他们喜欢，他们就来练一练，就玩的。对。但是有些练久了，他们觉得他们其实挺适合，他们会参与我们。我是从打戏开始的。入行就是吗？对，我第一部是只身出击嘛，那时候是我爸爸制作的，然后他们在找能打的女生，然后那时我刚入行，可能来几个月而已，然后我就去了面试，他们就我就被入选了，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有练跆拳道，我从9岁就开始练，然后13岁就拿了黑带，然后你是黑带啊？看不出吗？一身黑的。现在是第3段，其实我也练过，是吗？我是白带。我也是，其实因为我是白带加那个黄色那个小OK。那你还比我厉害一点。然后从那时候起，我就大家就认识我 as 那个动作演员然后之后就有拍了Shiro，还有几部戏还是有一些打的项目啦。一开始就是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的吗？一直以来都有兴趣。 OK 然后我也觉得女生打起来会有卖点吧。会打的女生在新加坡不够吧？我是觉得，既然有一些基础，就可以打这个市场。也是因为自己也有兴趣，我会开始练，也是因为我的爸爸。我那时候他是直接把我丢进去，他就问都没有问，他是觉得一个女生需要懂得保护自己。我觉得是我这一生中，我爸爸做过最好的选择，因为你从小练，你就会打好那个基础嘛。现在我在拍打的时候，我懂得怎么算是一种muscle memory 吧。有些东西可能对我来说会比较容易。
哎，我想问你们那些每次打戏啊，是会真的碰到吗？看情况，我觉得是吗看剧组、看导演。比如说你是没有拍过打戏的一个人，你不会接、你不会反应的话，那可能另外一个演员可能需要帮忙一下，就是给你，就是让你有那个反应，可能会触碰一点点还是什么的。因为很多在新加坡，我们都是当时在那一场就直接学、直接拍。对，但是因为很多人这个错觉，对吗？就是真打会更真，但是不是每次都是这样的。因为你打过去哦，需要时间让那个冲击力过去但是如果你会反应的话，感觉上会更大力。是，对，所以是不会的人才会要你真打。那要不咱们试试？你打真打？如果今天我们2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人打对方的话，你觉得我打你比较容易，还是你打我比较容易？你打我比较容易，为什么？他做反应，因为做反应比较难。哦，所以其实是被打的那个人要比较难。试一下。这拳过去对吗？我们就像这个鸡头，对所以这里到我鼻子有一条线，你就切过这条线，这次也可以，要到这边所以你收进去，然后过来哈，然后再收回去，好吗 OK， 来，1、2、3，Go。不错哎，他还有音效嘞。对，哦，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舞台剧的一个 technique，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动的时候就过来一下但是其实我们在片场上不用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因为是后期加的嘛，声音这样哎，就是这样。我自己都吓到哎。你来，你打我。我有点紧张哎。OK， 这样。好。玩这要弹回来，啊，他弹回来啊？对，因为你打的时候你会有打过去到这里哦，你就回来，不然就感觉上像断了。哦，对，对。等一下，我可以加一点吗？你回来之后啊，眼神里面还要流露出那种你竟敢打我，你这个坏女人的那种。对啊。好 ，OK。来，记得看镜头啊。这个坏女人你为什么看他？然后 close up 吗？我还是继续报新闻比较好一点。所以我真的不容易呢。看我们这身打扮，就知道我们要体验的呢，这个叫做威亚，也叫吊钢线啊。先要问一下老师，这个东西，这个衣服是一定要穿的，对不对？一定要穿。然后我们等下就会飞到这个天花板的高度啊，就大概1.5米上空就行。OK，那还好。所以是初学者的。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做一些基本功。事先需要做什么？要热身吗？对，我们要学你们的步伐，左右，然后起腿，左右。了解。对，好。所以一般上我们吊威亚之后啊，就是里面穿这个。然后外面还要再穿拍戏的戏服，里面一层，然后如果是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动作，需要再一层保护层，然后才穿这个，然后外面再戏服。哦 ，OK， 特别热，新加坡拍戏妆都融了。好，来，所以你们的工作就是要向前跑OK，他们把你提高，可是你需要发出你向前的冲击力OK， 好 ，pull set， 3、2、1，Go。像超级英雄。3、2、1，Go！ 我吸耶，不对耶，右吸吧。对是，右吸着地。哇，不行哎，过一次。超级英雄。坏女人！真的了不起。真喘哎，到吕林现在。真的吗？没事，你有买保险吗？爸爸妈妈，我有些话想跟你们说。对，最后的话说一下。还没有给你们生一个孙子。加油，吕林轩，加油！准备好了，3、2、1。没有，我没准备好。深呼吸。好，来吧。好了 ，OK，set， 3、2、1，Go！ 再来，可以，来，准备。And 3、2、1，Go！ 好
知道，可以。Go！ 凌波微步。好一点。我以前以为吊威亚最难的是起来，其实我现在发觉最难的是落地，就是落地那个姿势要稳，然后要摆到一个很美的 pose。你这个坏女人！所以后面很多平时你们这样子要吊几次啊？看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对。但是比较难的，我们可能100次才拿得到要的那个。100次。是啊，这个吊钢丝是不是有一定的体重限制？没有体重限制，但是你要飞的人越重，我们就要越多人拉。哦，那刚刚我们2个的表现，点评一下，到底谁能够角逐红星大奖？最佳对，吊威钢丝亚。人。他的平衡比较好一点，但是你们这是第一次，所以做的都不错。 OK， 谢谢。在我们新加坡，郑颖啊，拍这种戏需要武指的机会多吗？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基本都是文戏、都市戏，好像不太会有这种武打的场面。还是会有的。比如说我拍的虚柔，对吗？这我有一些枪戏，然后我有一些打的。然后打的那个是一个全套嘛，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个武术指导来帮你编。你说的是专注是拍动作的电视剧比较少，但是动作是一个可以 cross border genre 的一个东西，所以喜剧也会有动作，然后melodrama 也会有动作。你拍车祸的戏，这些也需要啊。对，就算是那种家里家暴啊、被打啊下去，应该也是有需要有一个照顾你的安全，然后拉头发这些也是有真正的那种方式嘛，你不是真的拉你的另外一个演员的头发，对。我们想问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身为那个特技的这方面的演员，无动作指导什么等等的，收入怎么样？我觉得应该还好吧，基本就跟大家一样。因为这个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的，对吗？对啊有些时候你要什么从高空跳下来什么等等，你觉得这个报酬来说，一个月不给你个2、3万块啊，我都觉得欺负人。OK， 我们就拿美国好莱坞做对比吧，所以有一个 comparison， 对吗 OK， 美国如果你是 SAG 联盟，你的专业动作演员还是特技演员的话，一天的片酬是从$1250起跳。到1天啊？一天，对。但是在新加坡呢，其实因为近3年我们自己开自己公司，我已经没有跟其他公司打工了，所以我不大了解现在外面的特技片酬有没有加高了。但是我从出道到开公司之前，一天的片酬是可以在80到150新币之间，然后有些天不止拍一场跑一场，还是要跑2场，这可能是大概8小时吗？有时到12个小时、14个小时这样。我是很辛苦嘞。对，这个需要有买保险什么特别的保险之类的。新加坡其实没有一个特别为特技做的保险，因为不够多人在这个行业，所以我们需要买的就是那个比较高、比较危险那种当兵人的那个 class 的保险。对，你做这一行就是也没有正面镜头，总是替别人去完成惊险的动作。然后每天就是80到150，我就是你的热忱可以填补到$1250的这个差价吗？你这得有多大的热忱啊？是有想过转行，不然就是出国去其他国家做。对呀，你有没有想过去其他的？会，接下来会。就是凭什么这边火烧啊、翻车、滚都是我，完了滚到要拍特写的时候，咔。然后他过来拍特写，你心里面不会有那种不平衡，说凭什么？凭什么是我？苦活累活都是我在干，你会不会有这种不平衡的状态？而且你们钱还不一样。演技不简单，所以不能说是你觉得我们的比较难，也不能这样说。但是是对这种有一个梦了，就是想把新加坡的动作搞好。如果能把水平增高的话，然后就慢慢把片酬也一起增高。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创办的这其中一个梦想，就是要 OK 把这个推高。所以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们啊，当你看到有一天，林轩完成一个很厉害的特技，你要知道那跟我无关，可能是旁边这位人，而且这位仁兄呢，每天只拿着可能80、100、200的薪水，但他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新加坡的那种特技跟画面的那种刺激其。实我有一个问题，这个价钱呢跟尺度有关嘛？就是越危险，越危险越滚贵。下楼梯200块。在外国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滚下楼梯，它会叫做 stunt adjustment。所以就讲你今天请你过来就是这样多钱，对吗？然后你每滚多一次就跟你加钱。哦，所以我就说就起跳嘛，对吗？对，新加坡没有这种事。就是一个固定的数目。哎，你们在片场的待遇好吗？我每次想到你们这个行业啊，我就总有一个画面，就是导演周星驰那个，对，就导演咔，然后大明星就哎呀冷不冷，热不热，然后那个真正的替身就在那边拿盒饭，可能连盒饭都没有。或者说默默的收拾他的东西就走了。实际上是这样吗？有些剧组是这样，有些剧组对你比较好，然后有些剧组就把你当灵演这样。因为拍戏嘛，没时间了，他们没时间跟你啊，你没事嘛？有时赶时间就啊，你去那边好吗？不能怪他们的。你跌倒的时候，你可以到那边去疼吗？对，我听过最难听的一个是啊，这个可以放那边吗？他说的是一个人呢，这一个放那边吗？然后在台湾他们就比较有礼貌，会讲啊，这里的同学，我们一起去那边可以吗？这样子啦，所以这是一个说话方式有点不同了。哎，你拍过最危险的一场动作？对啊，是什么？最危险的这个你需要跳27次的。哦，那个是一个2楼半要到3楼的一个栏杆要挂过去，然后跌下去啦。 OK， 然后那怎么拍？下面就是有下面有一个软垫子吗垫， OK 有盒子，然后软垫。对但是他们一直重拍，然后他们从远重拍，然后要你过镜头，也要你跳，所以只看到你脚过镜头，他们也拍。所以这边7个，那边7个8个，加起来就27个嘛。跌到下面的盒子都烂了，然后碟会飞出去的那种。我觉得你跳1次都很厉害了，你还要跳20多次。那个是设计的问题，他们要拍一个很宽的一个镜啊，大家跟20多个灵演一起跑出来啊，那后面有个人开枪，棒啊，那这个大场面我看不到他开枪，我要听到那个声音，然后他在哪里开枪我就哪里过，然后希望我大概在那个软垫上。所以那个设计没有特别照顾他们的特技演员了。所以你有觉得在新加坡的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对于你们这一类人的保护是不是还不够？因为我在想，如果是美国或者不说那么远，中国会不会大家的那个照顾啊、保护啊就会更全面一点？这一个在本地呢是看你在哪一个动作组做工。哎，怎么说？还有不同？因为我们的系统是美国带来的，所以我们系统是比较安全的。然后有其他的组合是比较，他们是习惯当场拍，然后很快的一个节奏，就是香港人以前80年代的那种风格啊，那个就比较危险一点。你们做的安全措施包括了什么？就是你可能身体会穿比较有 padding 保护垫啊，对，然后有 airbag 这些，然后如果真的很高的话，需要用威亚把你减低你的速度这些，所以能做的都要做了，但是这些需要多点时间，要多一点钱，所以要看那个制作组肯不肯花这种钱。End of the day 是 production 有没有 budget。你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是3年，你说对不对？有没有因为工作而受伤？会有，但是很多人觉得特技特别危险，对吗？对但是如果你的武术指导照顾你的话，其实不会特别危险。OK，最严重可能算是这边吧，这边2条骨有点裂啊。骨裂有一个镜头是要我从一个柱子到另外一个柱子出来侧空翻，然后在另外一个柱子后面不见掉。所以因为你翻的时候有冲击力，对吗？所以我要把它暂停，所以我就右腿要跟它 jam break 啊。对，所以做了6、7、8个镜头就会开始裂了。哎，所以你会就是很讨厌要重来，就是因为越多个镜头，你的受伤的风险就越高，而且你体力会下降。对，能这样说啦。但是其实也是看设计的方式，因为你要设计一个让镜头感觉最漂亮，但是对你的特技演员最少的风险。所以设计的人会是你吗？现在我的公司是我，还有我其他的设计师。所以你设计，然后执行是你吗？有时是我，大多数是我的人。哎，所以设计就是武术指导的工作了。算是。那你有因为拍这种动作片受伤吗？
其实还好，蛮幸运的。 OK，所以还好。都是淤青了。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空跑墙，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是3步吧。所以刚才是飞檐，现在是走壁。对对， OK，好。我觉得梁拳也可以走3步。 3步吗？最主要的呢，你开始起步不要跟墙壁一起 parallel 啊，你要就像跳高那个原理是吗对对对，你要反弹？OK，这种感觉这样，所以大概是这样。3、2、1，Go！ 哇！你这个坏女人！哇！把那个墙壁踢坏！哇！可以吗？可以很好。不够远吗 ？OK 啦，吕林先到你。 3、2、1，Go！ 你这个坏女人！哎，我这个落地还 OK 吧，蛮美的哈。这个睡美人。 3、2、1，Go！ 喂！哦！你的身体太直了，你需要向外靠。哦，OK， 最后一次。 3、2、1，Go！ 喂！ OK， 好，不错，好多了。不要小看哈，哪怕是一个后面拉绳子的工作人员，都有厉害的本领。谢谢老师，谢谢， ，Thank you， 做得很好，谢谢。做得很看这边就有汗嘛，包括后面也湿了。对，虽然只是大概进行了不到半个钟头，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是飞起来，最难的是落下去，然后更难的是你要在空中保持一个平衡，还要做动作。好玩，可是不敢玩太多，连累的是后面2位拉绳子的兄弟。对，还好不是2拳，我没有那么重。你觉得体力上是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你看做这个武术指导，不单单只要指导你身体的那个条件素质，你一直要在练，所以我对他们的这个行业就有多一份的那个敬佩。其实我对这个还蛮非常有兴趣的，而且做了之后就觉得是一个团队的合作了，不单单只是那个设计的人去执行的那个人，还有后面要帮忙去做很多安全措施，做一些比如说像刚才拉绳子啦什么等等，我觉得都是一个团队的配合。我其实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比如说成龙的电影啊，包括这个阿汤哥的电影，他有一个卖点，他说这些东西啊是我们这个演员真正完成的。就比如成龙他真自己往楼下摔。我的意思，我的想法就是其实没有必要吗？你可以找一些特技演员帮你完成。就你们演员是不是对这种自己玩特别有执着？我觉得是一种成就感，多过就是可能对我来说啦，因为我自己也是了解，就是他们的这个行业，我自己想要尝试，想要可能就是挑战自己吧。然后，如果镜头一直是在你的面前，人家也看得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嘛。所以我是觉得也会有那个真实感。讨厌这种演员吗？搞得你你没有饭碗。对啊，但是你们还是会提供一些专业指导啦，让指导他们怎么去完成这个动作。从训练到彩排到导戏这整个过程都会。通常要多久啊？比如说他有一部电视剧，然后他要请你，他要有动作片，然后他需要你进行怎么训练什么？如果那部电影大多数是打戏的话，至少要3个月这样开始排练。这是我们的系统啊，我们就喜欢这样。训练当中会包括些什么？对，打基础，怎样打拳，怎样接拳，然后怎样叠，怎样滚，怎样过肩摔别人这些东西。是不是要有一点武打基础会比较好一点？其实如果有街舞基础会更好。街舞啊，街舞在电视上排戏，其实不是在打拳，其实在跳舞，对吗？所以你要记得你的舞步，所以会跳舞会比较容易。是耶，我觉得要记那个所有的动作。当然，我们必须通过今天的节目也更加了解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少不了伟大的演员跟伟大的武术指导，他们真的是把命豁出去，去为了呈现一个可能在我们普通观众看来
就是这样的画面，可是背后他们有他们的心血啊，当然也有薪水哈。来，掌声送给他们，谢谢。非常感谢，请到的是郑颖还有雨峰上我们的节目。是，记得要锁定我们的前线开讲，可以在我们的巴世界 YouTube 还有 Me Watch 收看。谢谢你们，谢谢两位。我觉得新加坡，比如像 Peps 这些动作演员们呢，他们其实是很有热忱，然后这些热忱你在镜头上是看得到的，所以我是希望能够给我们这些有热忱的人一个平台，所以如果能够有多一点这种机会的话，我觉得会很好。很多人对这个行业或这个专业不太了解，所以你可能觉得说啊，你就随便挥2下拳就好。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多时间去设计那些动作，你需要很多时间去排练、去沟通什么等等的，也是有很多的学问在背后的。我今天做完这个访问之后，我觉得当我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我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一个打斗、一个跳楼啊，或者一个特技哦，其实背后有它不那么理所当然的部分，所以我会很心疼他们。我愿意这个以后看电影的戏票可以加多1块钱，是给这些动作演员的。